退后，这里交给我。成功击溃虚空眷属，畸变融合体，获得战绩值10000点。黑鳞蟒被一刀斩首，金光龙隼被一刀两断，你是第3个。三兽王全灭。看来这东西虽然疯了，但生命层次却因为这个诡异空间而升级了。是否消耗10000点战绩值，掠夺紫色天赋，不可名状之躯？掠夺。丁，掠夺成功，获得紫色天赋，不可名状之躯。变态，但是我喜欢。这10000点战值，花的太值了，怎么回事？此地不宜久留，1秒钟6800米，10秒钟68公里，这已经是人类现代科技难以企及的速度。足以在短时间内横跨一个行省，又回到这个地方了。鬼打墙，天心通，全知领域。找到方法了。原来如此。我被困住了。好手段，不是困住了我的身，是困住了我的神。3品精神念师的精神力不够强，3品不够，那就4品。消耗5000战绩值，升级精神力。留下来和我们为敌。聒噪！当前精神力已提升至10000点。好像能用。给我烧！能动了，原来是个障眼法。这里到底是什么鬼地方？有些诡异。再见了，鬼地方。终于出来了，还是人间好啊。120公里，几分钟的事儿。之前单人屠了万兽潮，余额刚好卡在了10万出头，10万点，这是一个门槛。系统消耗1万战绩值，将先天刀体升级。天赋进阶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首个橙色天赋。这就是意，5阶炼士那是借天地大势压人，而6阶修意则是将自身的意志灌注于天地之间。我心即天心，我意即天意。这种力量本该是6阶经过数十年苦修才有可能触摸到的门槛，而现在仅仅是5阶初期就已经彻底掌握，并且还是通神。这就是意吗？斩！好强！这还只是气流凝聚的道，如果是用天罪，根本不敢想。虽然修为依旧停留在5阶初期，但论战斗力，就算是赤霄那个半步6阶亲自出手，恐怕也接不住刚才那随手的一刀，甚至是真正的6阶强者。稳住！别乱！顶上去！别让他冲破防线！
情报有误，这头魔猿的气血波动比我导师都强，这分明是全盛时期。没办法了，只能拼了。队长，你怎么样？撑住啊！老子跟你拼了！别管我，快走！带着陈峰和王宁赶紧走！走，我们还能往哪里走啊？我跟你拼到底，就算死也要拉你垫背！刚入5阶的猴子，算你倒霉了。退后，这里交给我。不用刀刃出身，仅凭刀意，便可一刀破防。丁，成功击溃5阶斑山魔猿，获得战绩值5000点。是否掠夺紫色天赋？大地暴君掠夺？这是恐惧，是兵器在面对君王时的臣服。加油！只有排名前3的那几个变态，才有可能拥有这种瞬间秒杀统阶兽王的恐怖战力。今日若非前辈出手相救，我们4人早已殒命在此。不知道恩人怎么称呼？也是哪所武大的高材生吗？我名沈天，诸位不必多礼，无需称我前辈。加入龙源武大吧，我们有顶级资源和6阶导师1对1指导。没兴趣，我这个人从来都不太喜欢学校，我只想去异兽多的地方，那里才是我的天堂。有缘再见吧。这就是真正的天骄吗？队长，看来这乾隆榜的排名怕是要大洗牌了。这个沈天，绝对会是未来搅动整个龙国风云的恐怖存在。这种急速飞行的感觉，
是自由的味道。系统，查看新天赋。紫色天赋，大地暴君。绝对的极品肉盾加控场天赋。现在有了橙色天赋，紫色天赋倒也渐渐看不太上了。都别慌，那是总兵。总兵回来了！清理的怎么样了？报告总兵，经过刚才的兽潮冲击，核心区域的异兽密度已经下降了80%。目前各小队正在进行地毯式搜捕，预计今天日落之前能够完成方圆10公里的彻底清扫。不错不错，大家都辛苦了。这几天我们就住在这儿了，直到把这沦陷区里所有的异兽杀光为止，一只不留。总兵，您的意思是，我们要彻底占领这里？你可以这么理解。没想到老子这辈子还能干这种大事！为了江城，为了人族，兄弟们，这可是咱们以后吹牛的本钱。这地是你爷爷当年跟着沈总兵一刀一刀砍回来的。我真的只是想清光方圆几十里的怪，好凑够升级橙色天赋的战绩值。收复失地什么的，我压根儿没想过。明天日出，以电视塔为中心推进20公里，我要让这方圆100里寸兽不生。也不知道那小子搞得怎么样了，把家底全带过去了。要是真出了岔子，江城未来20年都得喝西北风。秦指挥好兴致。原来是周巡察使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也不提前打招呼，我好去城门口接您。接就不必了，我这次是微服私访，毕竟江城最近可是出了不少大新闻。不知道周巡察使指的是？李家被灭门，破军司总兵换人。简直是胡闹！一个毛头小子能有多强实力？天赋和统兵打仗是两码事。秦指挥，那个沈天人呢？让他出来见我，我倒要看看什么神圣能让你这么护着。他不在这里。不在？躲起来了？他带着破军司的人去沦陷区了。你说什么？他去哪儿了？沦陷区。好大喜功！3000人全军覆没了，江城拿什么抵御兽潮？你负得起这个责吗？不知天高地厚的纨绔子弟，这种人必须马上撤职查办。备车，马上去沦陷区，趁着还没酿成大祸，必须把人带回来。周巡察使，那边现在可能有点……龙潭虎穴我也要去，我要把被那蠢货带偏的士兵救回来。解释什么？亲眼看到比说10000句都管用。现在的年轻人太浮躁，以为看过兵书就能当将军。战争是人命填出来的。等会儿见到沈天，我要给他好好上一课。沈天这小子，虽然天赋妖孽，但毕竟年轻气盛。沈天啊，沈天，你可千万别犯浑。什么人？是萧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沈天呢？你不是在那边看着他吗？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说沈天原地从4阶突破到5阶，他俩会信不？太离谱了，连我自己到现在都还有点像在做梦。不如顺着这误会演下去。老秦，这位是边运府周巡察使。肯定是沈天刚愎自用，不听强者指挥，一意孤行去送死。赤霄兄弟是明白人，不想陪疯子送死，才愤而离去。做得对，良禽择木而栖，没必要为蠢货搭上性命。赤霄兄弟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尽管说，我是天运府巡察使，这里我说了算。要是那姓沈的真敢对你不敬，我一定秉公刑法。我奉秦兄命令去保护沈天，可到了沦陷区，那孩子就变了。怎么个变法？他嫌我碍事，
说我的存在影响了他的威信，还说什么？还说我不懂战术，留那儿只会拖后腿，让我赶紧滚蛋。岂有此理！竟敢对半步6阶的前辈说这种话，拖后腿？他也不照照镜子，算个什么东西？狂妄无知，愚蠢至极！这种人窃据高位，是江城的耻辱，是龙国的毒瘤。赤霄兄弟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你放心，这口气哥哥我一定替你出。走，上车，咱们这就杀过去。我倒要看看，当着我的面，他还敢不敢这么狂？这傻子信了，只要把他忽悠住，让他觉得沈天是个刚愎自用的蠢货。不对劲儿，很不对劲儿。沈天那孩子虽然杀伐果断，但绝不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人。说沈天为了指挥权把赤霄赶走，开什么国际玩笑？赤霄把他看得比亲儿子还亲，就算沈天真发神经，赤霄也绝不可能在外人面前这么编排他。你吃错药了，在这编故事哄鬼呢。这鬼信了，你呢？让这蠢货冲过去惊跑了兽王，沈天能把咱俩头拧下来当球体。哎呀，这个混账东西！我就知道这小子要飘，年少得志，目中无人。赤霄老弟，我对不起你啊，是我没管教好下属，让你受委屈了。秦兄，我不怪你，也不怪沈天。年轻人想证明自己，我能理解。我就是担心，咱们现在贸然过去，会不会更激起他的逆反心理？这个年纪的孩子属驴的，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，万一激得他做出更过激的事儿，带着3000士兵去送死，那这就是我的罪过了。赤霄兄弟说的也有道理，这种愣头青最受不得激。要是大张旗鼓过去问责，他为了面子，搞不好真能带着部队冲进兽群自杀。那依二位之见，该当如何？不如这样，我们先不露面，就在外围等着，给他点时间壮壮南墙。这种年轻人不吃亏长不大记性，等他被异兽吓得屁滚尿流，我们再如神兵天降，到时候周巡查使您出手力挽狂澜于水火之中，这样既能让他认识到错误，又能彰显巡查使您的宽宏大量，教育效果直接拉满。在对方最绝望时出场才是上策，既能立威又能收买人心，这就叫装逼的艺术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，我们就给他半天时间。沈天，本使让你先蹦跶一会儿。小子，为了给你争取时间，我和老秦把一辈子节操都搭进去了。谁在念叨我？扫描完毕，区域内没有异兽生命体征。全军听令，以此塔为界，后方300里皆为我龙国疆土。告诉江城的百姓，告诉那些死在这里的前辈，这里我们收回来了。真恶心！什么万物有灵，什么生态平衡？这颗星球只需要一种声音：人族要生存，露牙吃人的畜生都得死。
我有一刀，可震乱世。原来如此，以前的我是一把只会饮血的凶兵，现在这把凶兵有了刀鞘，也有了握刀的人。刀不仅仅是用来杀戮的，也可以定着乱世的规矩。既重获一世，又手握利刃，那我沈天不做只会杀戮的屠夫，也不做悲天悯人的圣母，我要做这人间的主宰，我要做这乱世的暴君。这门刀法不敬神，不礼佛，只尊本心，直斩不平。这一刀名为荡魔。已收录荡魔斩，名称荡魔斩。描述：这不是凡俗的技艺，这是向诸天神魔宣战的檄文。这就是在绝代刀圣加持下，我从心境改变悟道而作。荡魔。斩！这就是荡魔吗？这还只是随手一击，若是全力施为，配合上各种天赋，那一刀的风情，怕是连6阶强者都要暂避锋芒。怎么回事？你们看前面！啊！这种破坏力，不会是6阶的兽皇出现了吧？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们那个少年英雄干的好事儿！我就说是兽王陷阱，连6阶兽皇都出手了，沈天那蠢货怕是渣都不剩了。沈天该死，3000病士是无辜的，我是巡查使，不能看着他们白白送命。你怎么不拦着他点儿？要真有兽皇，他一个人冲过去不是送死吗？老秦啊，沈天死不了啊！什么玩意？别担心兽王了，那3头5阶兽王估计早就被他拿下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那小子就在刚才原地突破5阶了。等等，你刚才说什么玩意儿？原地突破5阶？对啊，就是原地突破，就是那种刚才还是4阶中期，然后 biu 的一下4阶后期了，紧接着还没等你眨眼，又是轰的一下5阶了，全程丝滑顺畅，别说瓶颈了，连个磕碰都没打，就跟喝水一样简单。好家伙，是在逗我吧？老子卡在4阶巅峰整整3年才摸到5阶门槛，你说他喝口水的功夫就突破了，这还是人吗？谁知道呢？反正我觉得他不像人，那种感觉就好像老天爷追着喂饭吃，不吃还不行，硬往嘴里塞。这小子真突破到5阶，以他能越级逆伐的变态战力，面对3头5阶巅峰兽王，至少不落下下风。沈天这小子行事狂妄，但脑子比谁都清醒。他要是没绝对把握，会把我支走。可怜的周巡查使，大老远跑来，本来想演一出英雄救傻逼的戏码，结果等到地方一看，发现傻逼竟是他自己。开快点，我想去看看咱们巡查使大人还好吗？沈天，你这混账东西！要是士兵少1根汗毛，老子拼了这身官衣也要把你送上军事法庭！这真的是那年轻的总长。
好啊！赤霄前辈，刚才多谢您在外围略阵，我就看了个热闹，都是你自己杀出来的。秦真守，幸不辱命，这片地清理干净了。好小子，真给咱们江城长脸！回头我就给你请功，特等功。这就完了，那个不可一世的少年暴君呢？骗子！这老东西刚刚才在演我。秦叔，前哨站的防御规划，我觉得还得再调整一下。哦，你说说看。这里的地形，这位是？这位是天运府来的周旋巡视使，专程来视察咱们这次行动的。这位可是咱们龙国最高权力机构天运府派下来的巡查使，5阶强者周旋周大人。痛心疾首啊！愚蠢！你是不知道啊，沈天，刚才在外面周巡查使急得团团转，一听说你自己留在这里面对3头兽王，那叫一个痛心疾首，寝食难安。周大人说了，你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，就算拼了这条老命也要把你救出来，这份爱才之心感天动地啊，是不是老秦？没错，周大人的高风亮节实在让我等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原来是周大人，劳烦周大人这么远跑一趟，还要担心我的安危，沈某实在有些过意不去。不过还好，这里已经搞定了，没让周大人失望。那些兽王也都已经搞定了，所以就不劳您费心出手相救了。沈总兵客气了，我也就是来看看。没想到沈总兵真乃神人也，年纪轻轻就有如此惊天地泣鬼神的手段，真是太厉害了。赵刚，到。让兄弟们别光顾着激动，赶紧干活。凡是3阶以上的异兽材料，能拆的全都拆下来。全体听令，开始打扫战场。这边交给他们就行，我们先回城。毕竟周大人远道而来，总不能让他一直在这废墟里吃灰吧？不吃灰，不吃灰，能见证如此神迹，别说吃灰，就是吃土也是我的荣幸。走吧。周大人有何指教？哎呦，别，什么大人不大的，那都是虚名。如果不嫌弃，以后叫我一声老周，或者周哥都行。这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咱们都是为了龙国效力，那就是战友，是一家人。既然是一家人，哪来那么多规矩啊？说实话，哥哥，我这次来本来是带着任务来的，上面非要让我来看看。我有眼不识泰山，还有些误解。但是今天这一见，我是彻底服了。收复沦陷区，放眼整个龙国100年来，这是头一份，一字不漏汇报给府主，这必须是龙国勋章。那就多谢周哥了。既然周哥这么仗义，那我也就不矫情了。以后我在江城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还请周哥多提点提点。好说，以后咱们就是兄弟，在江城老秦罩你，在天运府哥哥我罩你。老秦啊，这次回去你的腰杆子可算是能挺直了。怎么说？以前每年的述职大会，咱们江城不说垫底，也就是个中下游混日子的水铺。但今年不一样了，匡复沦陷区斩杀3头5阶兽王，这战绩往桌子上一拍，那就是王炸。
都是托了沈总兵的福。述职大会可是多少人削尖了脑袋都想挤进去的场合，能在府主面前露脸，能在各大镇守面前混个眼熟，那是多大的荣耀和资源！龙渊五大的顶级天才都会到现场。本来这种会也就是走个过场，不过小天啊，你这把刀最近用的还顺手吗 ？S 级武器的巅峰，这把刀渐渐有些拖后腿了。确实有点勉强了。S 级兵器说白了就是普通武器的极致，它仅仅代表材质达到了 S 级，硬度够了，但灵性不足。升级，所谓精炼，就是通过特殊手段对兵器进行淬炼，打破材料自身的局限，让武器升级为更高阶的装备。想要让 S 级兵器突破界限，进化成真正的灵兵，甚至传说中的神兵，除了天公司总司，别无他法。天罪要精炼，黑龙直装要升级，3件装备一旦全部升级，战力将再上一个台阶。而这一切的钥匙都在天远城。秦叔，作为江城一份子，我有责任参加述职大会。为了集体荣誉，给江城长脸，这种关键时刻我怎么能缺席？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哈哈哈哈哈！3天后出发去天远城，这次咱们江城要拿回属于我们的荣誉。都安排好了，周旋已经被安排去休息了。这家伙现在比咱们还急，说是要连夜写报告给府主。我和赤霄商量过了，收复沦陷区这事儿太大了，大到咱们江城这1亩3分地儿根本吃不下。那片废墟怎么重建？资源怎么分配？人手严重不足。如果现在大张旗鼓的宣传，周围几个卫城肯定会眼红，到时候各种牛鬼蛇神都跑过来分一杯羹，咱们反而被动。行，听秦叔安排，这几天我就不露面了，正好休整一下。没问题，你也确实该歇歇了，这几天把精神养好。系统查询战绩值。丁，当前剩余战绩值53800点，升级任意一个橙色天赋需要10万点。战绩值不够用呀，橙色刀意。绝代刀圣已经融进骨头里了。威力不错。那东西到底是什么？身份认证通过，欢迎您江城总兵沈天。新历35年，那是70多年前的事了。早在几十年前，人类的高层就已经接触到了那种东西，甚至还进行过研究，但结果显然很糟糕，糟糕到直接封存了档案。档案里那个探测器最后传回的音频，经过解析确认也是笑声。70年前和今天，2个时空的探测器听到了同一种东西。系统，这世上没有什么是一刀解决不了的。如果有，那就再补一刀。
太慢了。周司长，咱们为什么不坐运输机，或者直接飞过去？沈老弟啊，这你就不懂了。咱们去天元城那是去述职，是去享受荣誉的。如果风尘仆仆的飞过去，头发乱得跟鸡窝一样，那成何体统？这叫排面，懂吗？在只有城主府那种权贵云级别的地方，实力是一方面，慢慢悠降落在天银城空港，才能显示出你的尊贵，你的从容。来，沈老弟，这可是新历前的一瓶好酒，我珍藏了整整5年都舍不得喝。为了庆祝你这次光复江城沦算区，咱们干一杯。不好意思，周哥，我不能喝酒。为什么？酒精过敏？我还小。谁家小能提着刀把异兽砍瓜切菜一样杀光？谁家小能一个人把沦陷区推平？你现在跟我说还小？前2天在尸山里沐浴雷霆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起来自己小？拿着刀逼得我这个5阶巡查使不敢说话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起来自己小？现在我请你喝个酒，你跟我谈小，10几度红酒，就算喝工业酒精也未必会醉。好，小好啊，年轻人自律是好事儿。爽，老周啊，这酒不错，就是劲儿小了点，跟漱口水似的。不过胜在口感顺滑。还有没有？再整一瓶。没了，真是海量啊！怎么样，壮观吧？这才是咱们人类真正的底蕴。江城虽然也不错，但跟省城比起来，确实还是乡下地方。确实很强，光是刚才那几分钟，他的天心通就感知到了极强横的气息从飞艇下方掠过，5阶甚至有6阶的存在。您已进入天运城1级空域管制区，请接受身份核验。运京号，欢迎回家。只要你实力够强，地位够高，你就是规矩。欢迎贵宾下榻云顶。沈老弟，小心台阶。周巡查，您来了，怎么也不提前打个招呼，我们好清场迎接啊！不用了，把你们最顶层的云顶天宫套房给我开了。周巡查，这最近正是述职大会关键时期，别说是天宫那种只有3间的顶级套房，就是普通总统套，甚至商务间，都在半个月前被预定一空。老周，算了，也就是住2晚的事儿，没必要非得住这么好的，随便找个干净点的房间也行。不行，老秦，你别管，今天这房必须得有，还得是最好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一套最好的房间。我只要一套，又不是要你所有的房间。我出双倍的价格可以吧？双倍不行，就4倍。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这是什么？周先生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怎么嫌少？别，千万别！有房！既然是周巡查亲自开口，就算天塌下来，我也得给您腾出来。把顶层那间预留给某位的云顶天宫套房拿出来。沈老弟，搞定了，这就是云顶天宫的房卡，整个天宫城最高的地方。谢了，周哥。那个年轻人是谁？竟然能让堂堂巡查使如此低声下气，甚至不惜砸下重金，还要动用特权威胁，只为了给他弄个住处。你说，该不会是周巡查在外面的私生子吧？我看8成是。你看那眉眼虽然长得不像，但这待遇……我到底说错了什么？为什么感觉刚才在鬼门关走了一套？私生子，亏你想得出来！这群蠢货，在他面前嚼舌根，嫌命长。走吧。哎，好嘞。沈老弟，刚才那些人嘴欠，您别往心里去，一群井底之蛙罢了。没事，咱们什么时候去天宫司升级我的武器？
这反应不对劲儿。那个小天啊，龙潭虎穴倒不至于，毕竟也是咱们天运府的正规机构。只不过什么？小天，是这样的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在天运府有几个生死之交的老战友，好不容易来一趟，要是不去看看他们，显得我不近人情。所以这次去天公司，我就不陪你了。至于精炼武器需要的材料费、手续费，哪怕是天价，回来找我报销，全报，不设上限。哎呀，老张应该等急了，我先走了。这老秦跑得比见了鬼还快，有猫腻，绝对有大猫腻。赤霄前辈，我看你那把重剑需不需要升级一下？这把剑跟了我这么多年都有感情了，升级了反而不顺手，没那个味儿了。而且这事儿吧，我也帮不上忙。天公司那帮大师脾气都比较独特，我去也没面子，说不定还会被赶出来。但是周巡查就不一样了，那是天运府的门面，是府主身边的红人，在整个天运城，谁敢不给周巡查面子？这种跟技术大拿打交道的高端局，还得是周巡查出马才行。正好我也想起个事儿，我那张洗脚卡落在秦总兵车上了，好不容易来一趟，说什么也得上一次2楼，我去追他。周哥，看这意思，天公司好像挺难进的。要是实在为难的话，不为难。难不成你还真以为我周旋在云顶城混了这么多年，连这点面子都没有？再说了，沈老弟，你可是咱们江城的英雄，是咱们江城的骄傲。只要你肯出面，那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儿？走吧，周哥，带我去见识见识这传说中的天公司。希望今天天公司那帮大爷心情能好点儿，哪怕只是不把人往外轰，那就是烧高香了。来了！造孽！冲什么大尾巴狼？现在好了，带着一颗人形核弹去引爆火药桶。那2个老狐狸跑那么快，他们早就知道。那个沈老弟呀，怎么了，周哥？其实也没啥大事，就是这天公司吧，里面的人脾气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古怪，搞技术的人嘛，都有点臭毛病。比如他们说话可能不太好听，或者态度稍微傲慢了那么一点点。如果待会儿遇到了这种情况，周哥是希望我忍着？不，咱们是什么身份？怎么能叫忍呢？这叫强者的气度，叫不跟一般见识。咱们是武者，是干大事的人，跟一帮整天就知道打铁画符的书呆子计较什么？那不是跌份儿吗？所以待会儿不管他们说什么，咱们就当是听风声，左耳朵进右耳朵出。只要能把武器升级了，那才是实打实的实惠。你说对不对？放心吧，周哥，我是去办事的，不是去砸场子的。我这人最尊师重道了。这也太多人了吧？这要是排队，得排到猴年马月去。哼！那是谁啊？这么牛！嘘，那是周巡查使，难怪敢直接往里闯，这就是特权阶级啊！站住！干什么的？天运府巡查使周旋带个晚辈来找古河大师精炼一下兵器。古河大师今天心情不太好，刚才有个不知道哪个魏城的镇守，因为嫌价格贵啰嗦了2句，直接被大师给扔出来了。周哥，怎么了？进不去？能，当然能。沈老弟，记住哥哥刚才说的话啊，千万别冲动。多谢提醒，我们会注意的。是。龙渊武大精神念师系这几届的第1人。哦，有多狠？周巡查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小楚啊，我就不能是来看看你吗？楚风，龙渊武大毕业的优秀人才，虽然才22岁，但精神力已经达到了3品，而且还没毕业就被咱们天公司录取了。据说古河大师非常看重他，有意收他做亲传弟子。周巡查过奖了，还没正式拜师，做不得数。
这位是小楚啊，这位可不是一般人，这位是沈天，目前担任江城破军司的总兵一职。总兵，江城虽然是个小卫城，但总兵那也是封疆大吏。那是，沈老弟那是年少有为，能力极其出色。虽然年轻，但身受上面器重。这不刚上任没多久，我就带他来这儿见见世面，顺便想请你帮忙看看他的兵器。既然是周巡查的朋友，那我就帮你看一眼吧。但我手头活很多，只能抽10分钟。精神念师为什么要来这儿打铁？精神念师为什么要来这儿打铁？粗鄙！误会，这绝对是误会。小楚啊，沈老弟他的意思是打铁还需自身硬，他的意思是这精神念师能锻造武器，肯定自身也非常厉害，这是一种那个什么，一种返璞归真的赞美。周巡查，不用解释了，夏虫不可语冰。我也没指望一个只会挥刀砍杀的武夫能理解什么是驻兵的技艺。我还要准备一会儿给古河老师打下手的材料，时间紧迫，把东西拿出来吧。先说好，如果是那种量产的大陆货，或者是 C 级以下的，我建议你出门左转找那个自动维修机器人。我的精神力很宝贵，不是用来修废铜烂铁的。深海沉银铁晶，5阶巅峰裂地魔熊的脊骨，还有，这是天外陨铁的涂层。这把刀不用修，它的状态很完美，甚至不像见过血的。如果你只是想做个保养，出门左转找那个机器人。祖宗啊，你会不会说话？这刀没见过血，这刀这几天喝的秀王血比你这辈子喝的水都多。你这话说的，对我来说有些不够用了，还是要麻烦你们帮我升级一下。所以我不是来保养的，我要升级。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这已经是 S 级战刀了，在常规物理层面，它的性能都已经达到了理论上的极限，就算是6阶强者用这把刀都绰绰有余。你跟我说不够你用，难不成你想把它升级成灵兵不成？好，很有想法。既然你有这个追求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灵兵之所以叫灵兵，是因为它有灵性。有用者的精神意志不够强大，强行驾驭灵兵只会被兵器反噬。这可不是你在家里玩的那些过家家的游戏，你想清楚？我很清楚。行，带上你的刀，跟我来。跟紧点儿，这里的每一台机器都在超负荷运转，乱跑的话，我不保证把你变成零件。那是千手系统，是整个天公司的心脏，还有那些精神念师，每一个都是2品以上的精英，他们不需要亲自动手。只需要通过念力放大器和神经链接，就能同时操控数十条甚至上百条机械臂进行精密作业。这是在生产 C 级合金战刀，眼神不错。C 级和 D 级的量产武器主要靠这种流水线。对于这种低级货械，不需要太多的精神力干预，只需要设定好程序，精神念人负责监控逐错率就行。到了这个级别，模具已经没用了，因为每一块材料的纹理、密度、杂质分布都不一样。想要发挥出材料的极限性能，就必须用精神力渗透进金属的内部结构，用精神力去感知金属的呼吸，剔除每一个微小的气泡，重新排列材料的结构。原来精神力还有这种用法。之前我对精神力的使用还是太粗糙了。原来是这样，这种技术确实有傲慢的资本。楚风，你们这儿的念师最高能同时操控多少条机械臂？塔顶那位总控是4品中阶，极限是同时操控240条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别看你们武者在前线杀的热闹，真到了拼底蕴的时候，还得看我们。一把 S 级兵器，从选材到成型，至少需要经过3万次精神锻打。能带你进来，让你亲眼看看这些，已经是周巡查把脸都豁出去的结果了。
确实很厉害，受教了。算你识相。行了，别在这碍事了，前面就是核心区。给老子滚！那个，顾大师，您消消气，嘿嘿。顾大师，您忙您先忙，我在外面等着，绝不打扰您。我刚刚在练习身法，这不是看到周老弟你来了吗？我想着展示一下刚领悟的反向冲刺技能。反向冲刺。雷哥，既然这身法练完了，咱们聊聊正事儿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古河大师怎么发这么大火？我就是稍微表达了一下急切的心情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飞出来了。那一瞬间，我感觉就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给捏住了，而且我也不敢反抗啊！我要是敢炸点，老古能直接把我的刀给融了。他让我滚，我就只能滚。所以周老弟，听哥一句劝，今天别进去了。老古正在气头上，我只是催了一下进度就被扔出来了。改日吧。那个沈老弟，要不咱们改天？我不赶时间。来都来了，就没有空手回去的道理。这小子谁呀？进来，走吧。不对劲，周旋这个老油条他是知道的，平时那是出了名的圆滑怕死，可他对这个少年的态度未免也太恭敬了点吧？不是那种对长辈的礼貌，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敬畏。再加上这小子手里那把刀 ，S 级里的极品，一个少年拿着 S 级极品兵器，这如果不是有背景，那什么叫有背景？得去看看，万一真是个通天的人物，自己这要是走了，岂不是错过了抱大腿的机会？刚才就是你们在外面吵吵闹闹，雷万山那个家伙是不是还没滚？大师，我不管他是谁。楚风，我记得我跟你说过，这几天我要闭关冲击7阶精神力，任何人都不要带进来。你是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吗？不是的，大师，这位沈先生他有一把 S 级的战刀，想要请您出手升级成灵兵。灵兵？你知道那是多大的工程吗？你知道那需消耗我多少精神力吗？给这么一个毛头小子升级灵兵，他用得来吗？他们不懂事，你楚风也跟着不懂事。一把 S 级的刀能不能用？能用就行了，非要升什么灵兵？完了，看来自己这次是赌错了。这小子哪有什么通天背景啊？结果踢到铁板上了。古大师，要不咱们都给我滚！这次真是被这几个家伙害惨了，不仅没帮上忙，还要被老师迁怒。你们都想要升级灵兵，楚风，你给我记住了，什么时候你能像我一样在识海中聚出精神之火，你帮他们升级。但是现在你还不配，既然帮不上忙，就别给我添乱。精神之火，敢问大师，口中的精神之火，可是这个？这是不是你都是4品精神念师了，你还问我那些小白问题，搁这儿扮猪吃虎呢？我的个乖乖！小伙子，我看你骨骼惊奇，天庭饱满，实在是一块万年难遇的驻兵奇才呀！怎么样？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驻兵师工会？加入驻兵师工会，那我的武器升级能优先安排吗？那还用说，你加入了驻兵师工会就是自己人，你的刀我亲自给你升级，材料全免，手工费1分不收。不仅如此，以后你的装备保养、升级，甚至是量身定制新武器，工会全包了。只要你点头，我现在就给总部发消息。
加入驻兵师是什么意思？小伙子，我说的不是天公司，而是驻兵师工会，那是不同于官方机构之上的组织，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传承和发展驻兵秘法。我们驻兵师工会是全世界最自由的组织，从来不会干涉成员的任何个人行为。你想加入天书局的天公司，我们欢迎；你想自己开公司，我们支持。甚至你什么都不干，天天在家睡觉，也没人管你。好，我加入。太好了！这就是驻兵秘法的原本。检测到特殊知识传承，驻兵秘法。无品阶，无熟练到等级，消耗提升秘法等级。在进行锻造时，宿主可选择消耗一定杀戮值，立即完成100%完美锻造。看来自己还真是来对了。小友，从今以后，你就是驻兵师工会最年轻的成员。假以时日，必成一代宗师。这把刀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升级。多谢大师。不过这把刀，我想自己来。怎么？是不是感觉那秘法深奥晦涩，一时半会儿难以理解？没关系，这东西急不来。不是，我想试试，现在就是。这小子疯了吧？刚拿到秘法不到5分钟，你就要上手实操？我知道你天赋异禀，拥有精神之火，确实跨过了驻兵师最难的一道门槛。但是4品仅仅是个入场券而已。驻兵不仅仅是靠精神力强硬就行的。即使是现在的我，在状态最好的时候，锻造灵兵的成功率也不足50%。我知道很难，但我还是想试试。如果不试一下，我不甘心。不甘心就不甘心吧，劝肯定是劝不住的。像沈天这种顺风顺水惯了的天骄，不让他撞一次南墙，不让他狠狠的摔一跤，他是不会明白什么叫敬畏的。这就是成长的代价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他摔。既然你想试，那老夫就让你试吧。开库房。楚贤侄，别灰心，你还是很优秀的。乖乖，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头？连古河这头老绝头都能搞定，以后这小子的兵器那还不得起飞？以后有机会一定要跟这小子多亲近亲近，未来不可限量。年轻人嘛，眼界终究是有限的。这边的几排都是些比较适合新手的基础材料，比如这块烈火晶，色泽红润，质质坚硬，用来练手最适合不过了。如果不喜欢火属性的，那边还有寒冰玄铁、天外陨铁精母，经过宇宙射线亿万年淬炼中顶级材料。小友眼光挺独特啊！这块石头虽然看着不起眼，但胜在结实。那个小友啊，这东西性质极其不稳定，新手掌握起来可能会有些难度，要不换个稳妥点的？不用，我就喜欢有挑战性的。古老，我想再加这个。给你，小友，你千万要悠着点儿啊！古老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古老，那我开始了。开，赶紧开！天外运铁精母，指甲盖大小的一点就已经有价无市了。沈天手里这一块有拳头那么大。靠！封神之息，这玩意儿不是存在于教科书里的东西吗？老师居然连这个都藏有私货，
而且还给了他。水，虚空之水。沈天，这3种材料属性相冲，哪怕有一点排斥反应，立刻停手。放心，这小子确实有点东西，但也仅此而已了。熔炼才是真正的鬼门关。是否消耗战绩值，立即完成兵器升级，消耗1万点战绩值，升级为极品灵兵。极品灵兵，直接升级太假了。别人3天3夜不眠不休，我要是秒变极品神器，那不叫铸兵，叫变魔术。这火焰看着花里胡哨，但热量根本没渗透进材料内部，简直像在给石头挠痒。都快1个小时了，这小子到底在干嘛？唉，还是太勉强了。这孩子连门都还没摸到啊！这孩子倒是个实诚人，这份敬畏之心难能可贵呀。小友，停下吧！这3种材料的熔炼难度确实超纲了，你能坚持到现在？古老，我想火候差不多了。消耗4万点战绩值，极品灵兵锻造开始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原来沈家是这样的存在，刚刚我竟然还鄙视他。重了至少5倍，7000公斤，不过刚刚好。这就是极品灵兵吗？系统出品必属精品，4万战绩值花得太值了。虚弥、裂空、风雨、吞噬，每一条都堪称神技。这把天法比预想的还要完美。极品灵兵即使不用上手，光凭那股几乎凝结成实质的刀气，以及周围隐隐扭曲的空间波动，就能100%确定这是一把极品灵兵。没想到我有生之年竟然能见到铸兵术的再度升华。古老，您这是干什么？铸兵师工会几百年来只为了让铸兵术往前挪动一小步，没想到我今天能见证如此神迹，把我们从山腰送到了山顶。这老头心理承受能力也太弱了，至于跪下吗？古老，您先起来。达者为师，在铸兵一道，我不如你。没你想的那么玄乎，其实是因为我的精神力比较特殊。总不能说开了系统挂，不过4品精神念力加精神之火，说精神力特殊也不算骗人。不到2个小时，从 S 级战刀到极品灵兵，我的3观被按在地上摩擦。6品精神念石生灵兵，光熔炼就要3天3夜不眠不休，理论失败高的可怕，但他做到了，几秒钟熔炼，完美融合，没有任何排斥。我的精神力在觉醒的时候发生过一次极其彻底的变异。变异？具体是怎么个变异法？我的精神力比较霸道，我的精神之火对接触到的材料可以瞬间熔炼。为什么是这样，我也不太清楚。反正自从我拥有精神之火开始就是这样。原来如此，我就说嘛，哪怕是再逆天的悟性，也不可能在刚接触铸兵迷法的一瞬间就达到这种登峰造极的硬件，除非是硬件设施不一样，这就解释得通了。这就是天赋啊！这就是变异精神力吗？这就是变异精神力吗？
我也想变异，为什么我不能变异？不仅白嫖了一门顶级铸兵秘法，还把武器升到了极品灵兵。这一趟天宫寺之行，赚得盆满钵满。古老，今日赠法之恩，赠财之情，沈天铭记于心。若日后天宫寺有难，或者古老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，尽管开口，沈天定不推辞。这笔买卖怎么都不亏，甚至是血赚。好，有你这句话，老夫这就放心了。这是自然，古老的传道之恩，沈天不敢忘记。古河那老混蛋，真给一个毛头小子跪了！这他妈哪是二世祖，这是能让古河甘拜下风的神仙！1个小时，极品灵兵，老子这 S 级瞬间不香了。极品灵兵，老子6阶强者还在用 S 级，他1个小时就搓出来了。周旋这老狐狸早就知道，这哪是抱大腿，这是抱了根镶钻的金柱子。有一个人认清现实了，当初在江城放下身段巴结沈天，被秦震山和赤霄笑话。沈大师，且慢，且慢啊！现在连6阶强者雷万山都追着喊沈大师，我周旋能混到今天这个位置，靠的就是这个眼光。沈大师，留步，请留步啊！沈大师，请留步啊！有什么事吗？沈大师，我是个粗人，不会说话就直说了。我想求您帮个忙。我这把刀也是 S 级，跟了我10几年，但面对受潮还是力不从心。沈大师，我得把实力提上去，但只要您肯出手，条件随便开，我这条命就是您的。这雷老虎虽然平日里大大咧咧，关键时刻确实是条汉子。受潮，无穷无尽的战绩值，刚花了4万，正愁没处回血，瞌睡就有人送枕头。完了，要拒绝吗？人家刚练出极品灵兵，怎么可能看得上我这点报酬？行，什么？我说行，这个忙我帮了。去刷怪练级，顺手帮个忙算什么？升一把灵兵也就是动动手指头的事。答应了，这就答应了，连价钱都没问。沈大师，您说真的？那您需要什么报酬？只要我出得起。好说好说，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走。去哪儿？丰城啊！你不是说那边受潮要来了吗？救人如救火，这种事怎么能耽搁？去丰城，那可是前线，把国宝级驻兵师带到那种地方，古河不得活撕了我？不行！丰城现在是被异兽包围的死地，你是千金之躯，怎么能去那种地方？万一你有个3长2短，我万死难辞其咎。好吧，我们的驻兵师心心还是一点没变，杀异兽有瘾。雷镇守，沈大师既然一片赤诚之心，想要为国为民出力，你就不要推辞了。你是疯了吗？还是说你想借刀杀人，故意害死这个天才？多耽误1分钟，可能就有一只异兽被别人拿下，那是在浪费我的战绩值，这能忍？没什么可试的。前线还是太危险了，要不您再考虑考虑？有什么话，路上再说。这可是要供起来的祖宗，他要在丰城少一根汗毛，你们以后修装备门儿都没有。窗户也给你焊死！这哪里是请救兵，分明是请了尊活菩萨，还得供在头顶上，压力太大了。那个沈大师，要不您走里面，外面风大，别吹着。不用，我不冷。沈老弟，既然你执意要去丰城支援，老哥我也不拦你，毕竟这也是为了人族大义。但是有一件事你千万别忘了，后天上午9点就是天运府1年1度的述职大会，别忘了及时参加哦。放心，我知道，办完事我就回来，不会耽误。这俩人脑子没病吧？丰城到天江城1800公里，运石机单程6、7个小时，来回光路上就大半天。受潮不是郊游，战局瞬息万变，2天够不够清外围都难说。周旋傻了，这明显完不成的任务他还在点头。沈天看上去脑子也不正常，我是不是请错人了？全不动，随机应变吧，希望别出大岔子。既然沈大师时间紧迫，那常规的交通工具肯定是太耽误事儿。飞艇我这就联系丰城破军司那边，让他们派一架猎鹰式军用超音速运输机过来。沈大师只能委屈您一下了。军用运输机虽然速度快，能达到2倍音速，但是舒适度极差，噪音大，颠簸也厉害，您多担待。不用那么麻烦。不用，运输机太慢了。猎鹰式2倍音速，
这还叫慢？那您觉得什么快？退后。6阶能御空的见多了，但这翅膀太真实了。金翅大鹏，神话生物的凶猎。难道沈大师是异兽化形的？果然如此，这位爷从来就不是做运输机的人。当初在江城，我就被这翅膀甩在后面吃灰。雷万山那表情，跟当初我在沦陷区第一次看他飞时一模一样。好好享受吧，这才刚开始。既然赶时间，那就委屈一下你。3倍日速，4倍，不，这推背感起码8倍。这真是人类能拥有的。这种要把天空切开的锋利感，沈天是驻兵天才，刚搓出极品灵兵的狠人，身上带点高级装备不正常吗？这翅膀绝对是外骨骼飞行装备，还没面世的那种，不然根本没法解释。连这种飞行装备都有，大规模杀伤武器肯定也不在话下。稳了，封城稳了。雷大哥，沈大师，您这一手真是绝了。跟我说说丰城那边的情况。具体的，丰城背靠黑岩山脉，是异兽老巢，一头6阶裂地魔猿盘踞多年，皮糙肉厚，力大无穷。我俩都是6阶，谁也杀不了谁。多年默契，他不发动兽潮，我就不深入他的领地。3天前，裂地魔猿只剩疯了一样，不计代价驱使异兽冲击兽防线，直到那些异兽杀不死。杀不死？准确的说，是可以无限复活。无限复活？这可不是普通兽潮能做到的，背后怕是有点意思的东西。我刚才是不是看到他眼里有期待？那可是杀不死的怪物，正常人该害怕才对。沈大师肯定在盘算用哪种装备克制怪物，不愧是我请回来的救星。无限复活？是的，无限复活。起初我们也没发现这个异常，只觉得这次兽潮的规模大得离谱，就像是从地底下出来的一样，杀了一批又来一批，无穷无尽。我的兵没日没夜的打，刀卷了就换人，累倒了就扛。丰城汉子没退过，铁打的也扛不住。一个小队长斩了头4阶铁甲犀牛，副官废了条胳膊，才把他的脑袋砍了下来。你确定不是同族的长相？绝不可能，那头犀牛是变异种，左脚是断的，断口焦黑，是我以前用雷法劈的。所以我才厚着脸皮跑到天公司，想把这把老伙计升级成灵兵，哪怕不能彻底杀死他们，至少也要能拥有某种镇压或者封印的特性，哪怕只是延缓他们复活的时间也好啊。无限复活，系统最大的烦恼就是怪不够杀。他在笑什么？这位沈大师该不会是被吓傻了吧？沈大师，您是不是觉得此事太棘手？实在不行，我们先回天运城从长计议。不用，雷大哥。你确定他们是无限复活，而且数量无穷无尽？千真万确，我拿我的项上人头担保。好，太好了。这种违背常理的现象背后，往往隐藏着巨大危机。既然遇到了，我辈武者不能坐视不理。沈大师高义，雷某佩服的五体投地。怎么，晕机了？不，我是武者，哪能晕这个？就是咱们马上就要到丰城了，下面那么多兄弟看着呢，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？那就准备降落吧，带我去看看你的破军司。面子？对，面子！您看我现在这个姿势，多少有点不太符合我这风城贪狼的气质。我想着，咱们能不能换个出场方式？你说的有道理，毕竟你是这里的头，确实得注意形象。多谢沈大师体谅。那您看是不是先把我放下来？行。
沈大师，高了，太高了啊！沈大师，您这是要玩死我呀？不是你要自己飞的吗？我就松手了。我是想帅气的降落，不是想自杀式袭击啊！麻烦，这个高度怎么样？就这儿，这儿就挺好。沈大师，看好了，这就叫专业。敌袭，正上方高能反应，那是雷万山大人。贪狼大人，是贪狼大人回来了，太强了，简直帅炸了！贪狼大人威武，咱们丰城的守护神回来了，有贪狼大人在，那帮畜生别想推进一步。这就是沈大师的真正实力吗？刚才那种紫雷流星的出场方式，在这位爷面前，简直就像是顽童在玩泥巴，太丢份儿了，简直被碾压成渣了。人家这叫什么？这叫谪仙临尘。算了，跟沈大师比牌面，我这不是自取其辱吗？人家那是天生的谪仙，我就是个砸坑的莽汉。妖孽！敌袭！空中敌袭！住手！都给老子把刀放下！沈大师不是异兽，放下！没听见吗？那是老子请回来的贵客。沈大师，您息怒！这帮崽子打仗打傻了，他们眼瞎，您千万别跟这帮土宝子一般见识。还挺热情。沈大师，误会，绝对是误会。都给老子听好了，这位是天公司特聘的顶级驻兵大师沈天沈大师，这是我请来为丰城升级灵兵、镇压兽桥的大恩人，谁敢冒犯，扔黑岩山脉为猿猴！看什么看？不服气的滚回城头杀怪去！沈大师，别理这帮混种，咱们先去库房。老雷，老张，你从天运城请来的大师呢？古河大师呢？还是哪位天公司的高人？快请出来！老雷，人呢？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从天龙城请回来的顶级驻兵师沈天沈大师。老雷带回个少年，18岁驻兵大师，要么被忽悠，要么来头大的吓人。丰城经不起折腾。你在逗我吧？原来是沈大师。张总兵，客气。带沈大师去最好的房间，上最好的茶。请。雷大哥，材料到位，我随时开工。雷万山，你脑子被魔猿踢了！一个毛没长齐的小崽子，你跟我说他是驻兵大师？老张，你听我解释，你急也不能病急乱投医，请不来古河，弄个毛头小子回来算怎么回事？张月，把头抬起来！老子在丰城20年，从不拿兄弟性命开玩笑。给古河大师，老子不拦你。沈天一个毛孩，懂个屁的驻兵！老张，咱们认识30年了，30年来，我做过没把握的事儿吗？带路，我也要去。你不去看着，万一材料不够，我还得找你批条子。批条子？要是沈天弄坏你的刀，老子当场毙了他！
雷万山做了这么多，他是说什么也不会放弃的。雷万山，你给我松手，我自己会走。材料带来了，那就别耽误时间了，开工吧。来了。这把刀跟了我10年，里面的深海雷鸣石也是我攒了好久才弄到的。当初为了弄到这玩意儿，死了好几个4阶武者，现在竟然就要这么交给一个毛头小子挥霍。材料不错，装，接着装，这可是深海雷鸣石，你一个不到20岁的小屁孩见过吗？材料寒酸，比不了古河大师的手笔。我不贪心，能升到准灵兵就心满意足了。雷大哥，你这是看不起我，还是看不起你自己攒的这点家底？放心吧，既然答应了出手，这把刀会配得上雷玉这个名字。来了，走。沈大师，前线吃紧，我的刀就拜托您了。弄好了，随便找个士兵送过来。老雷，你等等，咋了？那是你的助战兵器，你把刀留在这儿，拿什么跟裂地魔猿打？你把刀拿上，回头再生不行吗？老张，你不懂。我不懂，我是不懂你怎么想不开要自杀。来不及了，来得及。你就把全城的命赌在一个小屁孩身上，那不然呢？我都把他扛回来了，不信他信谁？你自己去找死，别拉上我！放心吧，老张，来得及，绝对来得及，来得及你个大头鬼呀！3天，那是对于凡夫俗子而言。是否消耗战绩值立即完成兵器升级？当前可消耗1万战绩值升级为下品灵兵，当前可消耗2万战绩值升级为中品灵兵。既然这么惊喜了，那我就给你个惊喜吧。顶住！都给我顶住！谁要是敢退半步，老子现在就毙了他！数量依旧没有变少，他们果然能无限复活吗？别这么大火气！沈大师说可以，他就一定可以。什么时候了，还在沈大师？你看看下面那帮畜生，可不会等你的沈大师。待会儿裂地魔猿要是攻上，难道你要我去跟他肉搏吗？没了雷玉，老雷这矿战派战力至少打8折。等什么？这是灵兵，货真价实的灵兵，而且看这卖相，甚至比我这辈子见过的所有下品灵兵都要凶残。信不辱命。好刀，这特么是把好刀啊！除非是他早准备好的。只有这样才能解释，君子论迹不论心，一把灵兵就这么送人了。沈大师，大恩不言谢。沈大师今日送刀之恩，丰城上下300万百姓没齿难忘。强化雷玉把家底掏了个精光，战绩值余额比脸还干净，没有战绩值比哭还难受。张总兵言重了，身为龙国武者，斩妖除魔是分内之事。沈某此番前来，就是为了丰城的100万百姓。盛宴开场了。
就是精神念师。这分明就是一个人形自走炮台，一个人就是一个师。原来小丑竟是我自己！好家伙，神了！那是沈大师的飞刀，是咱们自己人！这便是一人成军。成功击溃1阶异兽铁背狼，战绩值加10；成功击溃2阶异兽鬼面猪，战绩值加50；成功击溃3阶异兽黑甲狂蜥，战绩值加200。爽！好家伙，这才不到2分钟。宛如神明，这分明就是一尊行走的人形核弹。战斗只是开始。这么多雷鸣石，拿点材料怎么了？人家凭本事拿的。舒服了，兜里有粮，心里不慌。神了！一个人灭了一整个先锋军团啊！不是吧？又来！你在这个时候把武器融了？没指望了。全体都有，破军死，死战不退，杀！当前武器浮屠千仞 S 级念力兵器，检测到可用强化材料深海雷鸣石极品 X3， 是否消耗战绩值进行升级？确认升级。好家伙，眨眼功夫顷刻炼化。正好，拿你们试刀。浮屠惊雷吗？这不仅仅是飞刀了，这是36门微型电磁炮。就算是死，也要拉个垫背的。就是现在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跟那玩意儿比起来，自己这把刀简直就是个烧火棍呐！成功击溃4阶异兽铁臂猿，战绩值加100；成功击溃3阶异兽腐蚀狼，触发雷霆连锁，战绩值加200。短短半分钟，入账3万。好家伙，这还是人吗？张祖兵，献丑了。沈大师，
是我张某人有眼不识泰山。您这一手锻造技术神乎其技，我张月服了，心服口服。张总兵言重了，我也只是运气好，恰好顿悟了一些小手段罢了。你管这叫小手段？老张，刚才你那股子劲儿呢？不是说沈大师是毛头小子吗？不是说要当场把沈大师给毙了吗？来，刀就在这儿，动手一个给我看看。老雷，你脑子里装的都是浆糊吗？还不好好保护沈大师？老张，你说的对，是我孟撞了。今天哪怕封城守不住了，哪怕你我两个都死在这儿，沈大师也必须毫发无伤的离开。他的命比咱们两个加起来都要重要。沈大师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头晕？是不是恶心想吐？是不是感觉脑子里像有针在扎？大师，来喝口水，这可是我珍藏的回神液，精神力消耗过度可是大忌，要是伤了根基，那我雷万山就是龙国的罪人啊！好家伙，这是什么？嘘，别说话，保持呼吸节奏。精神念识在这个阶段最脆弱，千万不能分心。声音都给我小点儿，不要惊扰了沈大师。不是，你们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那个雷大哥，张总兵，我真的没事。沈大师，您不用勉强，您要是累了就歇会儿。是啊，沈大师，您这虽然猛，但那可是灵兵啊，哪怕是4品精神念识催动这玩意儿也费劲，透支潜力的事儿咱们可不能干。就算封城破了，你也不能有事儿。解释是解释不清了。有这2位护法守着，倒也不错，专心收割便是。新一轮又开始了。爽，异兽这玩意儿跟韭菜似的。再来点儿，多来点儿。这就是驻兵师。我也想问啊，刚才那几下子比我杀的都利索。老雷，你确定他是从天运城来的驻兵大师，不是从哪个杀手组织里跑出来的？刚才杀的兴起的时候，这少年脸上非但没有狰狞，反而带着一种快感。确定他心里真的正常吗？该死，怎么会这么多？就算是把方圆几百公里的异兽都集中起来，也不应该有这个规模啊！杀不死，根本杀不死，这就像是一场没有任何胜算的消耗战。沈大师，您撤吧。撤！这群畜生能无限复活，这是个死局。您的精神力不是无限的，一旦透支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有封城守兵的命田，也要送您出去。大师，没时间磨叽了，这回听老张的，咱先撤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。撤？为什么要撤？这么多经验，这么多异兽，还能无限刷新，这种风水宝地，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啊！张总兵，你刚才说我的精神力会耗尽，那我突破5品不就是了？突破5品之后，这些可都是行走的战绩值，该让系统给我推荐本新的精神秘法了。系统加点，给精神力加4万点。确认。怎么可能？我可是5阶巅峰的体魄，虽然没有防备，但也不至于被一个4品精神念师仅凭气势就震退啊！除非这是5品精神念师。别人修炼精神力靠冥想，这小子怎么感觉像是杀怪杀出来的？杀着杀着就变强了。好家伙，这是哪门子的修炼法门？强，太强了！竟然让我这个5阶巅峰都感到了一丝心悸。5品，既然各位这么热情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好家伙，这还是人？这分明就是一尊人形核武库啊！成功击溃4阶异兽嗜血魔狼。
战绩值加150，成功击溃3阶异兽。当前战绩值102400。终于10万大关。系统，升级天赋滴血重生。是否确认消耗10万点战绩值，将紫色天赋滴血重生升级为橙色天赋？确认。滴血重生，从现在起，想死都难了。5品精神力加上滴血重生，这场持久战我奉陪到底。紫色天赋滴血重生升级为橙色天赋。天赋升级成功。橙色天赋果然不同凡响，该省省，该花花。死亡对我而言，只是个伪命题了。老雷，你有没有觉得沈大师他好像根本不需要我们？自信点儿，把好像去掉。我们2个现在的唯一作用，大概就是给沈大师喊666了。只要那个少年还站在那里，封城就塌不了。敏锐地感觉到，就在刚才那一瞬间，沈天身上的气息似乎又变了。如果说之前的沈天是一柄出鞘的利剑，锋芒毕露，那么现在的他更像是一座深不见底的深渊。能赢，只要他还在。眼前这个有着人类外表，却掌握着毁灭性力量的少年，才更像是真正的怪物。封城有救了。不死神魔体已成，无限再生，适应性进化。这场持久战，我赢定了！成功击溃4阶异兽铁甲犀牛，战绩值加1000；成功击溃3阶异兽风魔狼，战绩值加200。老张，咱们是不是该干点什么？比如喊个加油！省省吧！你看下面，方圆500米内，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，但也真特么让人觉得自己是个废物。果然，哪有什么不死不灭？所谓的复活，不过是在透支本源罢了。20万，该继续升级了。系统，给我加点。是否确认消耗10万点战绩值，将紫色天赋寂灭黄雷升级为橙色天赋？确认。这是什么动静？天赋进阶成功，天赋名称万劫雷主。万雷天牢引。入。这就是神魔的力量吗？万劫雷主已成，紫霄神雷专克复生，来多少，灭多少。好家伙，这是精神念力！老张，你我不也是见过世面的？你见过哪个精神念师能搞出这种动静？这哪是用精神力攻击，这分明就是在代天刑罚呀！老雷，你看走眼了，这根本不是精神念师的手段。
不是念师，那这雷是从哪儿来的？这是天地之力。沈天才多大？18岁，竟然能掌控天地之力，这种人在武道界只有一个称呼。先天觉醒者，怪不得，如果是先天觉醒者，那一切就有某种元素的绝对变得合理了。好家伙，这根不是人，这是神仙下凡来体验生活的。我们丰城这座小庙，这次是真的来了一尊真佛。老雷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咱们丰城有救了。肤浅，这意味着沈天的未来绝对不仅仅是咱们天运府。老雷啊，咱们今天不仅是在见证一场奇迹，咱们这是在见证一段传说的开篇。等到几年后，当这个名字响彻整个龙国，甚至震动整个人类联邦的时候，咱们两个老家伙也能吹上一辈子了。想当年那位爷在丰城解决异兽的时候，可是我俩给他递的刀。这两个人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呢？先天觉醒者，什么东西来的？听都没听过。不管了，什么也没我刷级重要。老张，等这场仗打完，咱们一起去喝酒，到时候可得好好跟那帮小子们吹吹。这位爷，我是怎么请过来的？老张，你感觉到了吗？感觉到了，这股气息已经超越了6阶初期的范畴。这畜生把其他几头兽王都吃了。老雷，咱们这把老骨头够本了。丰城可以丢，但沈大师必须活着。灰雾和虚空废墟里的气息一模一样，有些意思。之前受伤的无穷无尽复活，正是这套怪物利用灰雾的特性，强行透支低阶异兽的生命本源。原来如此，急了，急了就好。把自己喂得这么肥，不就是为了这一刻吗？传我将令，破军司人员全体死阵，掩护沈大师撤退。沈大师，快走！老子去崩碎他几颗牙！这个时候不应该是我们这两个老前辈拼死断后。让我看看，你能爆出什么好东西。老张，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沈大师他根本就没把那玩意儿当成威胁？这才像话。重力玉二段。沈大师！这还是人吗？这种恐怖的肉身，哪里会是一个脆皮精神念师？万劫雷烛，雷帝法相。
该死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别乱动，调动全身罡气护住识海。同样的招数，对我没用。这种气息曾经领教过，同样的招数，对我没用。绝对不能让他跑了。沈大师不会有事吧？老雷，别冲动，那雾气里有脏东西。放屁！沈大师那是龙国的国宝，他在下面生死未卜，咱们两个老家伙站在这里看戏。张月，你是不是怕死？你是不是觉得封城守住了，你的功劳到手了，就不想去卖命了？雷万山，注意你的措辞，我是这里的最高指挥官，沈大师都未必能解决的事，咱们去送人头有什么用？好一个负责，好一个贪生怕死的指挥官！你想去送死，我成全你，但你若敢乱我军心，别怪我不讲交情。去你的军心！雷万山，你想当英雄，我也想。老张，你跟着我干什么？这雾有古怪，雷万山，咱们快退回去。沈大师不需要咱们救，咱们才是最危险的那个。想要我的刀，那就看看你有没有那个命拿。既然你疯了，那我就打醒你。你跑得很快，这次不会再让你跑了。这是道圣的意志。橙色天赋，绝代刀圣觉醒。魔由心生，意由刀斩。
闪！丁，宿主成功击杀6阶裂地魔猿，变异，获得战绩值20万点。恭喜宿主获得紫色天赋战绩领主词条描述：凡是你拥有对其指挥权的生物击杀任何敌对单位时，你将获得该单位100%的战绩值收益，眷属数量限制3000。战绩领主。战绩领主，眷属，战绩税收。眷属判定条件为：我拥有对其指挥权的生物。这个词条的出现，像是在我原本单一的杀伐之路上，硬生生劈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。人力终有穷尽时，当战火在每一寸土地上同时燃起，即便是最强者也分身乏术。既然要清除蓝星上所有的异族，就不能只靠36柄飞刀。只要是名义上归我指挥，对我产生战术依赖的单位，都会被自动标记。升级，系统消耗15万战绩值，提升紫色词条，战绩领主。丁，消耗15万战绩值成功，词条升级完成，获得橙色天赋战绩统帅。橙色天赋战绩统帅。1%，我的1%，对于阿飞和雷果这样的普通破军司战士而言，无异于一场洗精伐髓的神技。基础属性的共享，已经足够让他们在普通的兽巢中横着走了。还有一个天赋烙印，如果共享不死神魔体，1%的再生，伤口愈合速度将提升100倍；1%的适应性进化，防御力将层层叠加。战绩统帅，这3万眷属数量只是开始，但远远不是上限。这3万名战士，每一个都拥有我1%的力量，也足以成为一支席卷全球的虎狼之师。杀！把刀给我！闹够了没有？滚开！
沈大师，沈大师，我们刚才的事是那怪物的影响，怪物已经解决了，收队吧。不仅伤势全好了，连守城几十年落下的风湿和老茧都消失了。那个老张，老雷，你刚才是啊，老张，刚才那都是那怪物的幻觉影响，真的，我发誓，我心里其实一直觉得你这个总兵当的挺有威严的。我记得你刚才喊我什么来着？缩头乌龟，还是只会躲在城墙后面的懦夫？那是变异魔猿说的。我雷万山是那种背后说兄弟坏话的人的吗？再说了，咱们丰城破军司可没教过这种断子绝孙的招式吧？两位聊得挺开心。沈大师，沈大师您受累了，那怪物解决了，我就说嘛，区区一头缝合怪，在沈大师您面前那就是一盘凉菜。解决了。老雷，这件事必须烂在肚子里，明白？我刚才就在想，只要我不提，你不提，沈大师不提，这世上就没人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。咱们两个是冲进灰雾里协同沈大师作战的，明白吗？没错，我们是负责侧翼掩护，为沈大师创造击溃机会，最后因为能量消耗过度而短暂昏迷。那你那一记撩临腿，那是针对异兽弱点的精准打击演练，你有意见？没意见，没意见。张总兵英明。老张，这沈大师给的药水也太狠了，我这皮退的，回去之后怎么跟那帮小崴子解释？你就说你在沈大师的灵气灌顶下脱胎换骨了。到底是读过书的老张，你这脑子转的就是快。这真的是一个18岁的少年能掌握的力量吗？老张，你说沈大师这水平去天运城述职会是什么场面？什么场面？那估计就不是述职了，那是去给天运城那帮自命不凡的老家伙们展示什么叫做真正的神技。权力我要，实力我也要。精神念力武器虽然单体伤害比较欠缺，对付高阶异兽用处不大，但胜在割韭菜厉害，收割战绩值高效迅捷，或者在对敌的时候冷不丁的放出来阴对方一手都很好用。其次是境界、五品精神念师，但这些都不是重头戏。真正的重头戏是天赋栏里那3个闪闪发光的橙色词条。等到自己组建一支强横的镇魔大军，就可以多线作战，战绩值就能像流水一样哗哗往账上腾。这就是现成的镇魔大军，再加上自己在江城的班底，一支令异兽闻风丧胆的镇魔大军，已经初具规模，名正言顺的把这3000人收入囊中，就只有往上爬。明天上午9点，这就是最好的跳板。张总兵，沈大师有何吩咐？丰城的危机已经解除，我要回天运城了。述职大会，我得参加。应该的，太应该了！以沈大师这次在丰城立下的不世之功，足以亮瞎他们所有人的眼球。这要是让天运城那帮老顽固知道了，非得惊掉下巴不可。老雷，丰城这边你先盯着，我亲自陪沈大师去一趟天运城。这次的战报我得亲自向府主汇报。老张，我也去。你去干什么？防线不要了？废话，我可是亲历者，我更是沈大师的头号战友。这么大的事儿，我能不在场？再说了，防线外面的异兽连骨灰都被沈大师扬了，还防个屁！行，那就一起去。把我们的飞艇叫来。是。不用麻烦了，飞艇太慢了。您刚才大战一场，正好可以在飞艇上睡。这时，心中隐隐有一股不安的预感。雷大哥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沈大师，随时可以起飞。老雷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你爆头干什么？老张啊，飞艇太慢了，咱们坐敞篷的。敞篷！您这是要出门？准备一下，明天跟我去一趟震天塔，参加述职大会。大师，您这是受什么刺激了？那帮前线过来的总兵，除了吵架就是哭穷。你以前不是最烦他们求您打铁吗？你懂个屁！以前不去，是因为那些莽头烂铁随便找个副司长就能打发了。老夫的时间要用来冲击更高的精神基业，但今天不一样，今天老夫必须去，而且要高调的去。为什么？为了沈天！师傅，沈天去参加述职大会，跟您有什么关系？说你蠢，你还真是不开窍。
8大无城，36座要塞，哪个不缺灵兵？哪个不眼红高级驻兵师？沈天那小子才18岁就能铸造极品灵兵，这消息一旦公开，你猜会发生什么？会被疯抢？何止疯抢，那帮沙胚会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扑上去。驻兵师本质上是精神念师，沈天拥有连老夫都嫉妒的天赋，老夫绝不许这棵苗子毁在那帮莽夫手里。那雷万山随便请求了一下，就屁颠屁颠跑到丰城去了，现在还没回来。可一个有所成就的精神念师就应该静下心来沉思冥想，去锤炼自己的精神力，去推演出新的驻兵法。您的意思是，把沈天保下来，隔绝一切外界的干扰，让他专心锤炼精神力。可是师傅，沈天凭什么听咱们的？如果这还不够，老夫把这天宫司司长的位置让给他做。师傅，您冷静点，这事府主能同意吗？他不同意也得同意。一个未来的神级精神念师和一个快要入土的老头子，这个账府主肯定能想明白。走，准备一下，明天陪我去镇天塔，老夫倒要看看今天谁敢动我天宫司的人。老师，我说的句句属实，一刀秒杀5阶巅峰的斑山魔猿，全凭刀意把那畜生劈成了2半。他身上的刀意凝练的宛如实质，那种斩断一切的霸道，这不可能。他才多大？他亲口说他叫沈天。我回来后查了资料，在很多同名同姓氏的人之中排查到了一个18岁江城的一个青年。老夫倒要看看今天谁敢动我天宫司的人。18岁的刀意，这不可能，并且样貌和我那天看到的一样。18岁？老师，是的，18岁。我当然知道这几个字的字面意思。我的意思是，这样一个刀道天才，18岁，江城那帮人脑子里装的都是异兽的排泄物吗？这种万年不遇的刀道妖孽，不知道珍惜，猪脑子！这个绝世天才现在处于一个完全没有竞争对手的真空期，只有我们龙渊武大掌握了第一手情报。老师英明，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啊！这是老天爷要把这个绝世妖孽送到咱们龙渊武大来。顾剑，听好，不惜一切代价，不管他开什么条件，也必须把沈天给我拉进龙渊武大。老师，这种天才心气极高，咱们虽是8大名校，但常规条件、丹药、别墅恐怕都拿不出手。对于一个能单挑秒杀5阶兽王的人来说，恐怕根本没有任何吸引力啊。老师，明天上午天运城不是要召开年度述职大会吗？镇天塔那边府主也会亲自出席，不如我们明天一起去，当面向府主汇报这件事。只要府主点头，咱们就能调动整个天运府的最高资源，给他开出一个无法拒绝的天价条件。特招生名额算什么？直接给他一个天运府最高级别的保送生名额，免除一切入学考核，核心资源库对他无限量敞开。好主意，借府主的事，把这小子彻底绑在咱们龙渊武大的战车上。顾剑，你这次立了天大的功劳，我这就回去连夜整理份最详细的汇报材料，明天一早我就来接您去镇天塔。等等，老师还有什么吩咐？让沈天直接来咱们龙渊武大做导师。他才18岁啊！武道一途，达者为师，他能一刀劈开5阶魔猿，他就有资格教导龙渊武大的所有人，甚至连我这个7阶武者都想坐在台下听听他对刀意的理解。我明白了，老师，我这就去重写报告。18岁的刀道宗师，老夫倒要看看，明天述职大会上，谁敢跟我龙渊武大抢人？什么叫我们的沈总兵被当成天才驻兵师，被请到丰城去了？哼，谁让你们不敢跟沈天去天宫司？他这样的妖孽，发生什么天方夜谭都理所应当。倒是凭与沈天的关系，在古河大师那儿留个好印象，自己在天运城的威望又能上一层楼。楚风那小子起初对沈天那叫一个轻视，你们猜怎么着？沈天那小子眉心突然燃起纯金色的精神之火，那可是惊世骇俗的虚空炼器啊！直接徒手捏出了一把极品灵兵。他娘的，这小子还会打铁！所以雷万山那个老匹夫就把我们江城的总兵拐去丰城前线了。丰城告急，雷万山急需灵兵，沈老弟不仅帮他升级武器，还主动去前线，这等胸襟实在是令人钦佩啊！去前线帮忙，这货只是杀异兽有瘾罢了，那叫一个丧心病狂。丰城的异兽恐怕要倒血霉了。沈天是我们江城的人，是我们破军司的总兵，谁也别想把他抢走。老秦啊，你这格局还是太小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觉得以沈老弟展现出来的天赋，
江城那座小教还能容得下这尊大佛吗？沈老弟的舞台不在江城，对他来说，天运城也没资格让他留下。老秦，别哭丧脸，这是好事儿。江城异兽被杀绝了，沦陷区也扫平了，既然安全了，就不需要沈天守着了。相反，沈天走得越高，对我们江城越有利。指缝漏点资源，就够我们吃成胖子了。自己到底在焦虑什么？快到他这个老江湖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。沈天横空出世，先是一个人单枪匹马杀穿了城外的兽潮，硬生生把那场足以覆灭江城的危机变成了他一个人的个人秀。紧接着，上任破军司总兵的第一天，沈天直接带人封锁了李家，把那个不可一世的4大家族之一连根拔起，杀得人头滚滚，血流成河。剩下的3大家族吓得肝胆俱裂，只能服服帖帖地夹起了尾巴做人。然后，沈天带着破军司3000将士，直接推平了沦陷区，斩杀3大5阶兽王，把那片被异兽占据了数十年的故国重新纳入了龙国的范围。那座废弃电视塔上的8个大字，现在还刻在脑子里。沈天只用了半个月，就把我拼老命没做成的事全做完了，干净利落，霸道绝伦。那我还强求什么？我的焦虑不过是习惯了扛着所有重担，有人帮我把天顶住了，反而觉得不踏实。想通了？想通了。沈天是真龙，江城这小水坑让他歇过脚已是福分。我有什么资格拦他飞向更高处？江城需要安稳，但龙国更需要他。沈天若能成为擎天之柱，护佑的就是整个人族。好，老秦，你总算是把格局打开了，这才是一臣镇守该有的气魄。想通了就别愁了，有沈天在，咱们也该扬眉吐气一回了。这是天公司古河大师的印章，上面说的这些材料全部打包。武道系燕京寒副校长特批，马上走流程。怎么又是你？武道系的紧急批文，耽误了你负责得起吗？粗鄙的武夫果然不知道什么叫先来后到。天公司的最高级别调令，你一个只长肌肉不长脑子的武夫也敢拦？你们精神系疯了！这可是天公司压箱底的战略级材料。不过我们告诉你们，天公司刚刚发现了一位万年不遇的绝世妖孽，这批材料就是师傅特批给他的。再牛的精神孽师，能比得上我刚发现的那位刀道宗师？巧了，我们武道系也发掘了旷世奇才，这是燕副校长亲自签发的最高规格资源调拨令。旷世奇才？你们除了举铁还能有什么？有我们这位1/10天赋，都算你们祖坟冒青烟。你放屁！老子这位18岁，领悟实质化刀艺，一刀劈死了5阶巅峰搬山魔远。不可能，沈天明明是顶级孽师，怎会跑去砍异兽？武夫就爱吹牛，吹接着吹。18岁刀艺当大白菜，我们这位天才眉心纯金精神之火，徒手虚空炼气出极品灵兵。楚风，你打铁烤坏脑子了！纯金精神之火，虚空炼气，吹得比我还离谱。我不跟你扯淡！我告诉你，为了拉拢这位天才，燕副校长已经决定了，直接取消他的学生身份，给他独立编制，聘请他来我们龙源武大当导师，跟我老师平起平坐。哼，导师算什么？我师父为了留住这妖孽已经放话了，只要他肯留天公司，师父把司长位置让给他，整个天运府后勤命脉归他管。如何退位让贤，把天公司交给一个18岁的人？我们这位刀道宗师明天述职大会见真章。述职大会是吧？巧极了，师傅明天也会亲自去镇天塔。他老人家10年没出门了，这次就是为了去镇天塔保驾护航，顺便把我们这位天才接回天公司。精神系这帮人疯了，为了抢经费，连这种谎话都编得出来。18岁，纯金精神之火。武道系果然只长肌肉不长脑子，编故事也不打草稿。18岁刀艺秒杀5阶兽王。你们天公司要是真有这种妖孽，古河大师会藏着掖着，还退位让贤。古河把天公司当命根子，会传给毛眉长齐的小子。你编这谎言，就为压我武道系一头。少拿武夫的认知揣测天公司，我师父的眼界你不懂。你为造势，连18岁刀道宗师都敢编。你放屁！不信看战斗影像，那一刀的风情，你这只会打铁的软蛋懂个屁！那股刀意，连我老师都自叹不如。精神系就是嫉妒。影像可以造假，特效谁不会做？但我可是亲眼看着那位天才在我面前凝聚出纯金色的精神之火。你懂什么叫100%成功率的完美锻造吗？你们两个神仙打架，能不能别连累我？什么18岁刀道宗师，什么18岁虚空炼气，你们怎么不说这2个人其实是同一个人呢？真要是同一个人，那这世界干脆毁灭算了。跟这种粗鄙武夫争论，拉低自己格调。武夫就是武夫，除了大嗓门一无是处。
我不跟你做口舌之争。你觉得你那位刀道宗师无敌，觉得我天公司天才是假的，那就走着瞧。想跑，有种你现在就把你们那个打铁的妖孽叫出来啊！今天镇天塔述职大会，各方势力到场，我师父亲自带天公司绝世天才出席，到时会让你亲眼看看什么叫神境。你们武道系那点吹嘘，在真正天赋面前屁都不是。明天我老师也去镇天塔，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溜溜。一言为定。这两位爷终于要走了吗？哎，这两位神仙终于走了。前方也进入天运城防空识别区，请立刻表明身份，否则我们将采取强制措施。那不是封城的最高军事长官5阶巅峰的张悦镇守吗？再看另一边，那个身材魁梧、穿着战甲的壮汉，那不是威震荒野、身经百战的6阶强者雷万山吗？现在竟然像2件行李一样，被一个少年提在手里，甚至连挣扎都不敢挣扎一下。那个，这位大人，按照天运城的惯例，进入天幕需要核验身份，麻烦您配合一下。哦，精神念力，好家伙，明明能用念力拖我们飞，为什么就后夷领飞1800？江城，那个年年述职大会都坐在角落里当小透明的江城，竟然出了这么一个人，这么年轻的破军司总兵兼贪狼。天运城防空巡逻队向沈总兵致敬，欢迎沈总兵莅临天运城。一直以为沈天是个顶级世家培养出来的，或者是龙京道院那种至高学府跑出来历练的绝世妖孽，搞了半天，这小子竟然是江城的人。江城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，竟然能飞出这种级别的真龙。青镇山那个老狐狸，好家伙，踩了什么运，居然提前抱上这么粗的大腿。排长，放行。刚才汇报的是我江城前10个月的战绩，接下来是第11个月的汇总。上月，江城防区3大兽王联手发动超大兽潮，对正面防线发起毁灭性攻击。老秦，你们江城被攻破了！此战，超大型兽潮被强行逼退，江城破军司阵亡人数17人。秦镇山，你疯了！3大兽王联手致死10几人。逼退兽潮后，江城发现李家暗中勾结血魔一族，企图从内部瓦解江城。此战全体将士无一人伤亡，战损0。他疯了吧？这怎么可能？秦镇山绝对是疯了，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鬼话？3大兽王联手攻城，你们就死了那么一点人。哪有什么收复失地呀？一切不过是一位被破城以后的镇守的幻想。江城那个破地方有什么地狱？哪怕把8大卫城所有的兵力全部加在一起，去打江城的那个100年沦陷区，也得付出极其惨痛的血的代价。他秦镇山凭什么0战损拿下？凭他那张可以吹破天的嘴吗？